3个月俸禄没白花，领域战场首款全息旋转幻境，总算能过瘾了。这还原度也太离谱了，比宗门幻境演练场还真实。幻境细节真到位，不错。灵帅副宗级统领，灵帅副宗级，灵参谋总长。此次我们红方对阵苍狼重装合成灵修队，对方灵甲精良，灵炮充足，目标是夺取蓝方核心据点，诸位务必全力以赴。钻研新术法战术，必会主动出击。各部门各司其职，有情况立刻上报。已布置防守与临阵，但对方实力太强，取胜难度极大。苍狼重装灵甲无解，灵炮威力巨大，我们防线难守。他们战术一直在进步，我们没优势啊，必须找到应对之策。灵域世界和平已久，灵战史评比。各宗门不重视灵修战力，术法战术普遍落后。和平惯了，战术都退化了，漏洞百出。终于开始了，苍狼重装稳赢吧！319部署太保守，挡不住进攻的。众人讨论部署，你神游天外，身为术法参谋，你失职了。没发呆，在想怎么赢。怎么这么快？防线破了就完了？主力被牵制，回援不及，这下悬了！苍狼战术比预想凌厉，还留了后手。立刻调主力回援，加固临阵，否则指挥殿被破就彻底输了。慌什么？苍狼指挥官水平一般，战术漏洞百出，这场必赢。这灵校参谋疯了，敢说苍狼指挥官不行？319都要破防了，还说必赢，是 NPC 还是隐藏大佬？短发青年，你太不稳重。现在劣势明显，怎能说大话？黑发参谋口出狂言，扰乱军心。再浮躁，就立刻离开指挥殿。别说大话，你们不懂就别瞎指挥。就凭接位摆架子，部署漏洞百出，还好意思说我？敢骂灵帅，这哥们儿真不怕死。他真有底气还是装的？319要内讧了，太狂了，居然指责灵帅，说不定真有本事，不然不敢这么放肆。等我拿出真战术，看你们还敢小瞧我！他不知道，一场属于他的意外成名，才刚刚拉开序幕。就是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赢苍狼重装武队啊！终于等到319武队的比赛了。苍狼可是重装武队，全员身着重甲。战力碾压319的轻甲队，这次悬了。等会儿看我怎么带领队伍赢下比赛。是狼武队青蓝武馆的荣誉，装备等级为顶级，但我们身为武队成员，必须去。诸位，此次319武队对阵苍狼重装武队，是狼武队动乱将。主管7张正有虎就筹卷，必须真甲对战年度对抗赛，场我们小队战力顶尖，生托举办武力影集，当我队是个玄训。大家别紧张。虽然我们战力和装备处于劣势，但只要我们配合默契，发挥出自身优势，未必没有胜算。对小队做好战前准备，苍狼的重甲菜并没有动算。队长，单讲武队顶警示，虽然我们战力和装备劣势，但武队的参孙115高有对处形势。战力差距这么大，怎么打？根本没胜算。慌什么？这场比赛
我们3195队必赢这场比赛。319完了，遇到这么个不靠谱，他彻底没希望了。怎么能说必赢这种大话啊？现在战力和装备都处于劣势，我们能守住防线就已经不错了，怎么能说必赢这种大话？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苍狼5队战力和装备都碾压我们，你凭什么说必赢？没必要提躺，很想放弃高见，直接放弃荣耀的优胜赛。是的，你可知你在说什么？苍狼5队战力和装备都碾压我们，你凭什么说必赢？我倒要听听你有什么高见，能让我们轻甲队抵挡重装队的优势。什么？命令放弃指挥台，这不是临阵退缩吗？太离谱了，居然敢说放弃指挥台，这和认输有什么区招的人，怎么这么不靠谱啊？放弃指挥台和认输没任何区别，你忘了我们5队的宗旨了吗？放弃指挥台不代表认输。这家伙真敢啊！是啊，太离谱了。苍狼5队用的是老掉牙的1点2面，在315这种山地地形里这么打，简直是脑袋被驴踢了。1点2面战术中，1点需要选择难度极大的进攻点，还要依赖精准的战力探查，而且这个战术的零派差很容易被我们针对。我建议用3-3战术中，1点2面需要选择难度极低点，还要依赖精准的战力探查。苍狼5队的探冲力根本配路不能提高，而且用 C 的这个位置很容易被我们唱比赛。1点2面战术中，你需要选择难度极大的进攻点，还要依赖精准的战力探查。省得这样的地雷洞，我建议有3战术的零后静态炸。果然。连3Z 月 T 和裂开试卷手掌都不会识别，果然这个高5游戏的 AI 太不智能了，连3-3制这种基础战术都不会识别。不过也对，队长，此次对抗赛战略目标是什么？目标是争夺315高地，那我们的战术就不能围绕防御展开，必须以攻击为主。建议将5队化整为零，以小队为单位，分批次进攻315高地的不同位置。赢的比赛，建议将5队化整为零，拿下高地。那我们的战术反弹就不能围绕防御展开，必须以攻击为主。避开对手主力，逐个击破他们的防线。核心目标是争夺315高地，拿下高地的控制权，才算赢得比赛。未必将补地副角高度到不能破制，尽力将主业佛击破地他们的防线。队长，给他一个机会吧，他毕竟在高5游戏中会真的有独到的战术见解。队长，给觉得可以试试，就算失败了，我们也能总结经验，总比坐以待毙强。或许真的有造诣必强。好，我给你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若真能带队赢下比赛，我重重有赏。若真能带队赢下比赛，我重重有赏。5高地分进路线启动，1队左翼穿插，2队正面突破。315高地分进路线 ，A 队左侧突破 ，B 队中央推进 ，C 队右侧包抄。全体准备，行动开始。这真的能行吗？苍狼5队战力雄厚，一旦战术出现偏差，我们就彻底没有退路了。眼下这种情况域，你有更好的应对办法，我们就彻底没有退路了。坚守指挥台，被动防御，只会被一点点攻破防线。整场对抗赛的所有部署都由我来统筹，所有人必须获得命令，不得有任何异议。什么？
我的天，这青铜参谋疯了吧？居然敢要全权指挥权！狂妄了，队长怎么可能给他指挥权？说生实话，他指挥术听起来确实可行，但只干195队就彻底完了。太狂妄了！哎，总领导指挥权，有请了，这不是不是指挥。说实，一些活着些。太狂妄了！队长怎么可能给他指挥权？他一个青铜五贤，懂什么指挥？就是说实话，他的战术听着确实可行。若是能顺利执行，就怕这个年轻参谋只会纸上谈兵，没有实际指挥能力。我们不能再犹豫了，他的想法或许是唯一的希望。就这么办。我们支持他的战术。看这条路线，如果配合突袭，就能打破僵局。你想清楚，全权指挥权意味着什么？一旦战术失败，不仅五队颜面尽失，你也会被严厉处置，甚至被逐出五队。放心。你想清楚，全权指挥权意味着什么？一旦战术失败，不仅五队颜面尽失。放心，我既然敢要指挥权，就一定能赢，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好，我答应你，交出全权指挥权。但我只有一个要求，你必须保证打赢这场对抗赛。队长，你怎么真的答应他了？他只是个青铜五贤，没有任何指挥经验，你一旦出位完了。队长居然真的交出指挥权了，太不可思议了！输了这，拿去吧，希望你说到做到，不要让我后悔。这游戏也太逼真了，连五贤令牌都能更换。从现在起，你就是我的战力参谋，好好配合我，别给我拖后腿。是。各营营长立刻到指挥台集合，有紧急作战任务部署。那不是孙队长的黄金令牌吗？怎么戴在韩参谋身上了？是啊，韩参谋不是青铜五贤吗？怎么会佩戴黄金令牌？安静！从现在起，那不是孙队长的黄金令牌吗？怎么戴在韩参谋身上了？安静！从现在南五队新任队长，我这也必须难为我的战力试试呢。服从队长命令，1至8营立刻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小队，采用3-3制战术，直奔315高地。9营和10以内央内。是，服从队长命令。1至养秦地分合法上面，随意和从突发情况无条件强攻。9里请问那胜负小，负责警戒。是，服从队长命令。1至8营立刻会营破3界高地，随即命内能3界进攻，确保警部队顺在。你们一个个都是白银黄金五贤，居然连3-3制这种基础战术都不知道，简直！你们一个个都是白银黄金五贤，居然连3-3制这种基础战术都不知道，简直就是一群武盲！是以小队为单位，每个小队分成3个3人小组，这样既能避开敌方的集中攻击，又能形成合围之势。高校队长，3-3制战术的核心是以小队为单位。每个小队分成3个3人小组，练球手火力优先，高级能把3支架火线。我们一个挑人吧。3-3制战术的核心是以小队为单位，一个小组分得正面防卫制，一个小组负责侧翼迂回，任何小组避开只要你严重物之性。服从队长部署，保证完成任务。很好，记住此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出发。服从队长部署，保证完成任务。很好。记住，此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出发！原来3-3制战术是这样的，听起来也太精妙了。听起来也太精妙了！那这个年轻参谋真的有2把刷子，哗众取宠。期待319五队能创造奇迹，打败苍狼重装五队。没想到这个年轻参谋真的有2把刷子，不是哗众取宠。期待319五队能创造奇迹，希望他们能顺利执行战术，别出什么差错。游戏任务，一场关乎整个五队荣誉的生死对决。
营长，立刻把全部兵力调入指挥台，把库房里的灵能晶石、重甲备件、疗伤垫为主，先不人出快，回到这避阵，一定要上避阵，切要翻上了马脚。没事队友，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一旦对方识破伪装，指挥台的队员就会陷入危险。只有我方保卫，他们一阵刑罚。楼兰终不还，此次一战，我们必赢！元副319给苍狼5队。队长，我请求带领队员前往315高地，协助主力部队作战。不破蓝终不还。对，队长，我请求带领队前往315高地，协助主力部队作战。所有人听令，收拾好随身灵具，跟随我撤离指挥台，立刻出发。什么？什么？金将范南，你疯了吗？我们刚刚布置好伪装，主力也在向315高地推进。您现带领我们撤离，万一伪装被识破，主力部队就会陷入败亡。你想清楚，现在撤离和临阵脱逃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能放弃指挥台，不能放弃主力部队。行，伪装一时半会儿不会被识破。我们撤离指挥台是为了避开蓝方的围攻，保存实力。等主力拿下315高地，我们再回来，懂吗？放心，放心，伪装一时半会儿不会被识破。我们撤离指挥台是为了避开蓝方的围攻，保存实力。老五迷表示，说不定他有深意。33制战术已经奏效了，撤离指挥台可能是另一个计谋。就算有计谋，319队就彻底完了。挥发参谋，金甲队长带领指挥核心撤离，这种行为不符臭狗，这种行为不符合规则，而且容易引发观众不满，影响赛事秩序。我们是不是应该干预一下，让他们返回指挥台？不必干预。这个年轻人很有战术天赋，行事风格新颖，不按常理出牌，这样的对抗赛才更有看点，也更能吸引观众。你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将高武对抗赛以直播形式呈现？是，长官。之所以将对抗赛直播，一方面是为了让都市民众重视高武修炼，了解高武对抗的魅力，弘扬上宗筹资，筹集武馆运。您觉得3195队真的没有胜算吗？他们的战力和苍狼5队差距太大了。苍狼是重装5队，灵能战力远超315，重甲装备也能碾压轻甲。双方的差距摆在那里，短期内很难逆转。客观来说，苍是重装5队，灵能战力远超319，重甲装备也能碾压轻甲。双方的差距摆在那里，短期内很难逆转。不过黑发队长的战术很有想法，33制避开了轻甲队的劣势，发挥了灵活机动的特点，能够延长对抗时间。给人不是。不过黑发队长的战术很有想法，33制避开了轻甲队劣势，发挥了灵活机动的特点。这个年轻人是难得的高武战术人才，你们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记录他的战术部署，后续重点培养。这个年轻的队长到底藏着什么底牌？他的跑路行为真的是战术的一部分吗？苍狼5队那么强，就算金甲短发男有战术，也很难赢吧？苍狼5队那么强，就算金甲短发男有战术，也很难赢吧？全队注意，保持队形撤离。收到，指挥官，数据已同步。A 小队就位，请求下一步指示。批准，前进至撤离点。指挥部众人得知您对那位指挥者的评价后，反应强烈，不少原本不看好放的事。跟他们说说我的过往，让他们明白，我认可的人绝非泛泛之辈。灰发参谋10年前在国际高武对抗赛中击败国外顶尖5队指挥官，
如今48岁总 Sam 了，他的苍狼武光从未出错。郑参谋亲自肯定韩风，难道红方真能创造奇迹？我们之前的判断太片面了，说不定能看到轻甲队逆袭重装队的经典对决。韩风的3-3制战术跳出了高武界固有思维，贴合轻甲队优势，针对重装队短板，这样的人才值得重点关注。红方主力龟缩大本营，毫无出击迹象，队员已显疲劳。正是调动4个重装营、灵能支援队、勤务保障队和灵能炮营，全力直冲红方大本营，3小时内彻底击溃红方主力。队长，启动调令，兵力路线全速展开，确认部署，系统就绪。队长三思，主力全派出去。我们指挥台防御会极度薄弱，万一红方有埋伏，我们会陷入被动。你太谨慎了，红方就是一群不堪一击的轻甲队，就算有埋伏，也挡不住我们的重装火力。比赛即将开始，他会赢，准备好迎接最精彩的对决吧。队长也太狂了吧，真不怕被打脸。非资深武迷表示，放弃大本营，这不就是等着输吗？说对抗赛核心是夺315高地，大本营被破不等于输。挺韩风3-3制战术肯定有门道。没错，看着实时数据，节奏完全被带动了。收集前方3战级，韩风必胜！不少网友质疑韩风指挥，实则是不懂对抗赛规则。战术以3人小3角配合，完美发挥轻甲队灵活优势。归。此次对抗赛核心是夺取315高地。那些质疑者不过是武盲罢了。教授说的对，误会韩风了。3-3制太厉害，韩风是战术天才。坐等3195队打鼓乒乓的脸。队长，一营4个战斗小组12人，凭借3-3制战术配合，仅5人轻伤就全歼对手。什么？你说的是真的？12人打90人，还几乎全员无损。万阙，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千真万确！做3角配合。正面牵制，侧迂回，后方支援，被逐个击破。3-3制太强大了，今天队长果然厉害。加快速度，与突破防线的队员汇合，直奔315高地蓝方指挥台。日落前务必拿下。是，队长。人全歼90人，3-3制太神了。3-3制怎么做到的？战术完美，太强了。数据碾压，教科书级操作，下次我要试试啊！果然没让人失望。那边的沙盘要保不住了，对，太精彩了！是啊，涨停了！哇！黑发金甲男颜值也太帅了。队长，前方伏击已清除。但3名队员受伤，敌人惨不欣喜火进。很好，伤员后送，全体准备追击。是，总务确认，斗志高昂。全体听令，
按原先拿下315高地。稳，速前进。是，队长。仰卫归进，掩护前进。我是队长，往前队进。黑甲青年果然没让我失望，密切关注战况，这个年轻人未来必定是高武界核心人物。这怎么可能？我们是轻甲队，蓝方是重装队，怎么可能打？金剑队长也太厉害了吧！这简直是战神级别的表现，说是战神级种子选手，一点都不为过。以前我还质疑他的指挥能力，现在看来是我太肤浅了。你太厉害了，这个战损比在都市高武对抗赛史上都算是顶尖水平。33制战术果然名不虚传。金甲肩章男，此次战功卓著，我会如实上报青蓝武馆，为你和一营的队员记功，好好表彰大家的英勇表现。5换9时，这只是基本操作而已，有什么好值得炫耀的？我还嫌作战小组伤亡太多，要是换我上，根本不会有这么大的伤亡。这你们还是蓝方的指挥官，全都是不懂战术的武盲。再敢多言扰乱军心，我就把你丢去密林卫临危野兽！人气爆了！看人气这飞涨啊！看3000万了！人气金章短发男，如今我们已经突破蓝方外围防线，一营也取得了重大胜利，是不是应该集中所有兵力，猛攻蓝方指挥台，一举拿下315高地？还差最后一步，立刻联系3营营长，让他带领3营全体队员，不惜一切代价猛攻蓝方灵能炮营。记住，要打得声势浩大，实施调虎离山计。是。金尖黑衣男，调虎离山计是什么？我们现在的目标不是蓝方指挥台吗？猛攻灵能炮营，会不会分散我们的兵力？调虎离山计都不知道，你简直连小学2年级的孩子都不如！这种基础的战术谋略，你居然一无所知，还好意思当战力参谋？弹幕飞起来了，热度爆了！原来我也是酒漏鱼。调虎离山计是古武流传下来的36计之一，就是诱导敌方主力前往其他地方，趁其大本营防御空虚，一举拿下核心阵地。连这都不知道，你简直是个文盲！中州武校就是这么教你的，看来你当年的优秀毕业生也是混来的。我有个疑问，如果我们猛攻蓝方灵能炮营，蓝方指挥官会不会调动前线主力回防？放心，不会的。对面那个武盲一心只想拿下我们之前的指挥台，在他眼里，我们就是一群龟缩不除的弱旅。就算他收到炮营遇袭的消息，也只会出动指挥台的少量兵力支援。你说的对，这个调虎离山计太巧妙了，
只要成功实施，我们就能趁虚拿下蓝方指挥台，创造轻甲五队打败重装五队的奇迹。金间黑衣男，是我见识浅薄，之前多有冒犯，还请见谅。现在看来，我把指挥权交给你，是我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服从韩队长指挥，一定全力配合，拿下315高地。很好，通知三营，立刻发起进攻。其他人做好准备，一旦蓝方指挥台兵力空虚，我们就立刻直奔蓝315高地。是，韩队长。怎么回事？先头部队怎么还没传来拿下红方指挥台的消息？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队长，根据前线反馈，红方指挥台内确实有大量灵能波动，应该是主力龟缩不出。我们的先头部队正在准备发起总攻，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拿下。废物，拿下一群龟缩不出的轻甲队，居然用了这么久！告诉先头部队加快进攻速度，尽快拿下红方指挥台。我要亲眼看输得一败涂地。收到，指挥中心。什么？能量读数异常？我马上处理。队长，不好了！我们的灵能炮营遭到黄三营的猛攻，对方攻势凶猛，炮营防御薄弱，已经出现力小支援。什么？红方居然敢主动进攻我的灵能炮营？不，红方三营打得十分凶猛，而且采用的是3-3制战术，配合默契，再得不到支援，炮营就会被彻底攻破。请队长立刻下令调动兵力支援炮营。队长，红方三营突袭我们的灵能炮营，攻势凶猛，炮营请求支援。慌什么？不过是红方走投无路的最后挣扎罢了。红方已是强弩之末，凭借我们重装部队的灵纹重甲和灵能炮火力，不出1个小时，必定能彻底拿下红方原指挥台，让那个小子彻底认输。方指挥台活捉敌方首领，扬我苍狼五队威名。全军突击，抢进前方，一阵破标斩乱，势如破竹。全体注意，敌人已突破防线，立即启动最高防御协议，各单位准备，随时待命。这是生死存亡的时刻。笑不活了，那个主位男人被对面忽悠的明明白白。哎呀，这波判断失误太搞笑了。对，也太绝了！故意偷袭炮营，引蓝方上钩，实则另有图谋。哇，看蓝方果然中计了，这波操作绝了。对，接下来就是总攻的时候。古平帮怕不是个武盲吧？连调虎离山的后续都看不出来。坐等红方偷家成功，狠狠干他们的脸！不，成败在此一举，务必在对方反应过来之前，抵达指挥台外围。是。
坚持住！我们一定要守住指挥台，不能让蓝方发现破绽。不对劲，红方主力怎么会凭空消失？立刻探查四周，务必找到他们的踪迹。队长，不好了！我们虽然攻破了红方原指挥台，天内只有2个营的兵力，红方其余什么？你说什么？红方7个营和主官全都失踪了？探查队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没有提前摸清他们的兵力分布？我们的探查队一直监测红方原指挥台的灵能波动，显示红方主力一直驻守消失的，更没有发。你们这群废物，连红方的兵力转移都探查不到，简直是饭桶！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个黑发队长战术也太狡猾了，根本不按常理出牌。传令下去，所有在外的主力重装部队火速回防蓝方指挥台，务必赶在红方之前守住我们的大本营，绝对不能让他们偷营成功。火速传达队长命令。所有前线主力重装部队立即停止进攻，全速回防蓝方指挥台，不得有任何延误。灵能通讯，频道切换，数据确认，全体注意，最高警戒！没想到黑发队长竟然有这么精妙的战术，把我们所有人都骗了，真是个难得的战术人才。我们能有这样的指挥官，何愁不能赢？现在只能期盼主力部队能赶在红方之前回防了。敌人正在接近核心区。好，队长加油！防线已部署，但我们需要每一个胜利。主席，为了队长！好了，把对面耍得团团转，这战术绝了！帮偷家成功，创造轻甲队打败重装队的奇迹。现在慌了吧？之前的狂妄去哪儿了？对啊，笑死人了！这战术太绝了，真让人佩服。太精彩了！输了！蓝方主力已经被我们引走，他们的指挥台现在防御空虚。这是我们拿下蓝方指挥台，韩队长必胜！拿下蓝方指挥台，韩队长必胜！リズムを維持しろ！若琳，你说我们这次要是能赢，3195队是不是就能从轻甲？到时候武馆一定会给我们配备更多灵能资源，队员们的修炼也能更上一层楼。你忘了，对抗赛刚开始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我们装备落后，根本不是苍狼重装5队的对手，没人看好我们能走到这一步。
这一切都是韩队长的功劳。金坚指挥官的战术太精妙了，把对手耍得团团转。能跟着这样的指挥官是我们的幸运。哎。都安静下来，我们只是在对付一群不懂战术的武盲，打赢他们是理所当然的事，没必要过分骄傲。全体注意，兵贵胜，不贵久，立刻发起进攻，速战速决，以最快速拿下指挥台，避免夜长梦多。行动！是，韩队长。不，我们不能就这样失败。快，都上车！我们立刻退出315高地，进行战术性撤退。一次。队长，等等，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啊！你说什么？怎么会来不及？我们现在走，还能赶上收拢前线部队。队长，红方7个营的兵力已经兵临城下。蓝方指挥台被顽力薄弱，又没有灵能炮等重火力支援，根本无法抵抗红方的进攻。这场对抗赛，我们已经输了。不可能！我们是苍狼重装武队，装备精良，你一定是在骗我！队长，我没有骗你，这是真的。红方攻势凶猛，我们的留守部队根本抵挡不住。再过不久，指挥台就会被攻破。地被活捉，315高地被我方占领。我们输了，没想到我们竟然会输给一支轻甲武队。是啊，我们从未想过装备落后的轻甲武队竟然能击败我们重装武队，这简直是都市高武对抗赛史上的奇迹。你确实厉害。319武队赢了，轻甲武队打败中数带路对抗赛实际，太牛了！黑发轻甲男太低调了，赢了之后还这么从容，不骄不躁。可取天差啊！从33至对将对决粉丝期待，太棒了，我们赢了！看那比分涨得好快，人气爆棚了，这掌声太震撼了。韩小子，你这战术也太过狡猾了，把我们耍得团团转。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啊！狡猾不过是你们太蠢，一群不懂战术的武盲罢了。你至今还在用1点2面这种落后于时代的战术，墨守成规，不知变通。你输是活该。你说的对，我输得口服心服。以后我再也不敢轻视任何对手，更不敢墨守成规了。通知赛事组委会，宣布比赛结束，我们赢了。是，韩队长。你这懦夫，
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退缩！我没有退缩，我是在寻找更好的时机。既然考法孙明明定我的难处，那就用你的行动证明。我的天，也太敢了吧！白银五贤的参谋居然敢这么直呼对队长，哈哈，这是完全认不清自己的五贤差距啊，胆子也太大了。虽然那个落败的人输了，但资历摆在这里，这么说也太狂了吧？狂有狂的资本啊！能凭轻甲五队赢重装五队，人家有嚣张的底气。呀！我是中州武校尾秀武谢慎，怎么会被一个2号的白银五贤小子称为五盲？他批判我的战术，我这到底是为什么？奇怪，我的高武模拟游戏头盔呢？怎么不见了？太不可思议了！大男人的一点两面战术虽然经典，但太过墨守成规，根本不适应现代高武对抗。今年这套3-3制战术灵活多变，配合默契，简直是为轻甲五队量身打造的。立刻复盘这2种战术，深入分析优劣，把这场对决的战术经验整理出来，供所有五队参考学习。复盘是。裁判，还有一件事，赛前那位败方主将曾放言，若是输了这场对抗赛，就吃灵能沙盘。复盘完毕，失败原因已确认。他只担任3195队的战力参谋，实在是屈才了。备车，我亲自前往3195队驻地，见见这个年轻人。完了，完了！抗赛是面向全国高武爱好者直播的，我的那些狂傲言论肯定被无数人看到了。孙立成队长和傅雨晴政委肯定要找我算账的。白银五贤参谋骂黄金五贤上级五盲，还有救吗？在线等机。韩参谋，我们是来检查灵能模拟舱和您的身体状况的，请问可以进来吗？进来吧。根据五队指令，我们来检查您使用的灵能模拟舱，查看是否在模拟对战中出现灵能紊乱等意外。黑衣短发青年，您太厉害了，竟然能带领我们轻甲五队打败苍狼重装五队，真是我们的骄傲！
黑衣青你好，和副政委让我来通知您，前往五队会议室开会，有重要事情商议。好了，我这就去。完了完了，这就要狡兔死，走狗烹了吧？早知道当初就不那么狂了，真是一时糊涂啊！韩参谋，会议室快到了。参谋好！会议室到了，您放心，有的，肯定有的，大家都很敬佩您，不会为难您的。行，会议室到了。欢迎我们3M5队的大英雄黑金五福青年参谋。欢迎我们3195队的大英雄黑金五福青年参谋。黑金战甲青年，你可真是给我们3195队长脸了！若不是这场高武对抗赛，我们还真不知道你有如此出众的战术天赋，平时藏的也太深了。是啊，你在对抗赛内外简直判若两人。平时在五队里，你稳重谦和，待人有礼，做事情也十分低调。可对抗赛头却……是啊，也是没有谁的迷哦，就是你有谁的资本。哦，紫袍盘发女过奖了，主要还是蓝袍灰发男教的好。平时有你们一直指导支持，我才能发挥出这样的水平。哦，是吗？那我看电委队队长，您说的是真的？那我何时上任？你没发烧吧？灵能是不是紊乱了？灵能是不是紊乱了？我跟你开玩笑呢。哈哈哈哈！黑甲青年，我跟你闹着玩的，你还当真了？放心，我会在神秘历练自己的战术和修为。混混蛋！放心，我会在对抗赛的战斗范中培养火飞队啊！我，哈哈哈哈哈！给家枪2发了，上报武馆，为你争取更多的灵论资源和晋升机会。不想当队长的参谋，不是好参谋。好，有志气，就冲你这句话，我就更欣赏你了。是，队长。好，有说更起气气的，大家都要向他学习，有志向，有魄力。不想当顶尖武士的队员，不是好队员。是，队长。我一直很好奇，你平时在五队里一直不显山露水，做事情……队长过奖了，我只是平时多观察、多思考，把队友们的经验融会贯通，应用到每一次任务中而已。阿姨，等到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能为五队争光。说得好，能耐是藏在骨头里的，不需要刻意显摆。平时好好沉淀，打磨自己的战术和修为，等到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能为五队争光就足够了。你在对抗赛里桀骜张扬，平时却低调谦和，为什么会完全不弄？10年磨一剑，双刃未曾试，今日把试。郑会长，大家都坐吧，不必多礼。我今天专程来，就是为了见见这个年轻人。你这孩子有我年轻时的风采。你这孩子，我年轻时在高武级。馆长过奖了，我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比起您年轻时的风采，我还差得很远。很好，你的态度让我看到了更大的潜力。必过谦，
3195队与苍狼5队的这场高武对抗赛，战术运用精妙绝伦，不必过谦。引入后运用散线的决定，由后备阵的摘下一，不必过谦。3195队与苍狼5队的这场高武对抗赛，战术运用精棒精妙绝伦，尤其是你运用的3-3制战术，你是个可塑之才，战术天赋远超同辈，修为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后继续深耕战术，努力提升自己，为都市高武界的发展共效致量。馆长放心，我定不辜负您的期望。真正的高武对抗，其次谋略取胜，谋略与深登战术，而是靠谋略制胜。馆长放心，我定不辜负您的期望。上兵伐谋，一皆取纳美固其。真正的高武对抗，从来不是靠蛮力取胜，而是靠谋略制胜。好，说得好。有这份见解，将来必定能大有作为。我会持续关注你的成长，有任何需要都可以随时找我。好，说得好。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彻底颠覆了我们对高武对抗的认知啊！是啊，我们一直以为高武对抗的核心是灵能比命。你这句话简直是神级战略见解，彻底颠覆了我们对高武对抗的认知啊！却所谓小鬼，这句高武明的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无穷。实不相瞒，我在高武界深数十年，恳请听贵为我这谋续经验。黑发参谋，这句话的核心是高武对抗的最高境界。最优秀的高武指挥官无需动用灵能，无需展开对抗，仅次是通过武馆联盟、外交协商等手段化解双方矛盾，避免灵能耗损，正面展开抗衡，以最小的代价取胜，只会让彼此的实力受损。如此高深的谋略名言，绝非凭空而来，不知他出自哪部高武谋略典籍，我倒想找来仔细研读一番。馆长大人，这句话出自我自己撰写的高武谋略典籍。你竟然能撰写谋略典籍，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太好了，如此难得的谋略典籍，恳请借我研读，我一定仔细翻看，绝不损坏分毫。馆长客气了，只是这本典籍目前还没有现在我们仿不定。太好了，初步整理的字数不多，我可以现场录入灵能终端，打印出来给各位。太好了，如此难得的谋略典籍，恳请借我吉利亚，立刻把灵能终端和灵能打印机拿来，务必调试好，供黑衣参谋使用。是，孙队长。某深蓝长袍男，设备已经调试好，可以使用了。短发参谋，看什么呢？这么入神？没什么，就是觉得黑发参谋认真的样子很有魅力。馆长，各位，这就是我整理的部分集，希望能对都市高武界的发展、武队战术的优化。原来是古代高武对抗谋略，我还以为是现代高武对抗的全新理论呢。现在的灵能对抗吧？是啊，现在的武对抗恐怕未必是同一个灵能阵吧？古代战术的参考价值。这书名《孙子兵法》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没什么特别的寓意，就是身为子孙，整理研究爷爷辈流传下来的高武谋略，便取名为《孙子兵法》。
这才是顶尖的高武谋略高剑呐，却从未想过顾其疾如风。这些谋略真的是你总结研究出来的？我实在无法相信，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胜兵先胜而后结休战，战力那高，我这也看到给点。这我也听你照任他计较。好，太精妙了！我纵横高武界数十年，敬你一定要珍惜自己的天赋，不要浪费粉腕才华，潜心打磨。多谢您的勉励，我一定不负您的期望，不似尽你的期望。我会好好打磨自己，为高武界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我现在就赶回总部汇报，同时为你是高武特殊指挥人才破格晋升。以你的天赋，至少应任武队副队长。我现在就赶回总部汇报，同时为你申报高武特殊指挥人才破格晋升。以你的全力就走。什么？武队副队长？这是玩大了！原本只是想凭借兵法获得重视，没想到竟然要被破格晋升。可事已至此，也没有后悔的余地了。多谢灰发馆长提携。王六，这是玩大了！原本只是想凭借兵法获得重视，没想到竟然要被破格晋升。可事已至此，也没有后悔的余地了。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年纪轻轻就能容易解如错可教，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高武特殊指挥人才破格晋升，多少年都没有成功过了，这在高武界可是从未有过的先例啊！是啊，深色制服少年多留了，现在就赶回总部推动晋升事宜，后续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谢谢，韩参谋，恭喜你啊！即将成为武队副队长，真是太厉害了！是啊，短发参谋，你真是我们319武队的骄傲。有你在，我们武队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强。恭喜短发参谋，晋升速度也太快了，简直是啊，短发参谋，你真是我们319武队的骄傲。你真是太幸运了，也太有天赋了。好了，大家都安静一下。你这段时间辛苦了，先是在高武对抗赛中带领我们获胜，又拿出这么珍贵的谋略典籍，多谢孙队长。好的，聚会我会准时参加。太好了，聚会我会准时参加。你不是参否了？情况比较复杂，目前职务还没最终确定，等聚会的时候再说吧。你被降职了吗？出事了！各位，我先回宿休息了，2天后再见。没想到竟然玩这么大，不过也好，能获这种名。能获得晋升，不仅能争取更多灵能资源，也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只是千万不能暴露穿越的秘密。你听说了吗？那个计划终于要开始了。是的，我等这一刻很久了。行动要快，机会只有一次。明白，我准备好了。馆长，我是来汇报的，有要事。是您？高武对抗演练已经结束了吗？你怎么急匆匆的过来了？康馆长，此次前来除了汇报演练情况，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就是向您呈上这本谋略典籍。
看来3195队那个常规灵能五队已经被你主导建立的苍狼五队打出心理阴影了吧？你是高武界首个提出专业化模拟对抗五队概念的人，你是狼五队专门模拟各类强悍对手的战术风格和灵能运用，这些年在对抗演练中表现极佳，确实没让我失望。还记得雁岛各五队互为对抗双方，演练过程大多按导演组的预设计划进行，结局也多是指定的优势方胜利。建立苍狼五队，日常训练、对抗演练都严格模拟各类强悍对手。直到你建立苍狼五队，日常训练、对抗演练都严格模拟各类强悍对手，让参与演练的五队真正感受到实战压力，也让整个高武界的对抗演练中，3195队以损失3个营级小队的代价，成功活捉了苍狼五队的主官，仅用半天时间就占领了击败了苍狼五队。经3195演练的代价，成功活捉了苍狼五队的主官。本次对抗演练中，3195队以损失3个营级小队的代价，仅用半天时间就占领了315灵能高地，彻底完成了苍狼五队主盾。你再说一遍，3195队真的打败了苍狼五队？千真万确，我亲眼见证了整个过程。苍狼五队确实被3195队击败，那位队长现在心态崩溃，根本不愿见人。这不可能啊！那支五队只是一支常规灵能五队，而那支重装五队配备高阶灵能装备，平均5弦一高。英明取胜全靠精妙战术布局，若与对手硬拼，他们根本没有胜算。馆长英明取胜全靠精妙胜算。快，详细说说对手初期是怎么进攻的，你们又是怎么应对的？本次对抗演练，匕首头等4个合成营级小队采用1点2面的战术，2个主力营级小队直接强攻大本营，另外2个营级小队从两侧包抄。3195队啊，这个战术很稳妥，针对性极强，结合苍狼五队的正征重装灵能实力啊，在双方硬实力差距如此巨大的情况下，3195队这怎么遇到95队的应对？他们主动放了指挥中心，将队员偶吃苍狼五队的灵能火力网，陈翻缩在苍狼五队的缝线之间，没有被包抄包围。3195队的应对完全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他们主动放弃了指挥中心，将队员以班为单位，3人一组，呈三角形战后，3195队抓住对方兵力分散的漏洞，先派出一支小队袭击灵能炮营，吸引直弩手，吸引支援力量。随后，3195队抓住对方兵力分散的漏洞，先派出一支小队，其指挥中心兵力空虚，指挥者亲自分效率引奇袭拥收。那位队长果然没让我失望，能在硬实力差距巨大的情况下策划出这样精妙的战术，确实有2把刷子。您误会了，这次对抗演练的实际指挥者不是那位队长，而是中级参谋韩风。所有战术布局。什么？你说的是那个年仅22岁、白银5弦的中级参谋？这样精妙的战术，竟然是他策划的？是他，而且我给您带来的这本也是他撰写的，里面的谋略智慧远超当前高武界的所有战术理论。你再说一遍，击败苍狼五队的实际指挥者真的是3195队的中级参谋？千真万确，整个对抗演练的战术布局全是韩风一手策划实施的，队长全程配合，并未参与指挥。难以置信，实在难以置信。那个年轻参谋究竟多大年纪？真实战术能力到底如何？一个基层参谋怎么能策划出如此精妙的战术？目前是白银5弦，却能以弱胜强，这样的战绩，即便在整个高武界也是极为难得的，远超所有统领武师。22岁，
白银五贤刚毕业就有如此战绩，真是高武界难得一见的天才。要知道，统领武士大多还在打磨修为，争夺基层岗位，他却能指挥五队赢得如此关键的对抗，这份天赋实在罕见。男人不仅天赋出众，胆识也远超常人。不期，那个年轻人就凭谋略说服队长，他甚直言两人五队的实际指挥权，语气里的狂傲几乎毫不掩饰。倒是个桀骜不驯的刺头。不过狂傲也得有资本，他能拿出这样的战绩，能说出这样的话，说明他有足够的实力支撑这份狂傲。这样的年轻人，天赋出众，但毕竟刚毕业，缺乏实战指挥经验。积累足够的实战经验，熟悉五队管理事宜，这样既稳妥，也能让他稳步成长。灰发馆长，这不行！营级指挥官的职位太屈才了，对眼光和指挥能力远不止于此。能写出传世谋略典籍，能策划以弱胜强的战术，不让这样的人才被埋没。我明白你的意思，也知道他是个难得的天才。清楚，高武界从未有过刚从武校毕业就担任副参谋总长的先例。要升任副参谋总长，必须提拔为黄金初阶武衔。22岁的黄金初阶武衔，五队副参谋总长，恐怕会引起其他武士的非议，也难以服众啊。我知道你有顾虑，所以特意把这本书带来了。你先仔细阅本谋略典义，多相信您对那名年轻人的看法，也会认可我的提议。我就先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典籍能让你如此推崇这个年轻人。这本典籍主要研究的是什么方向？本书是对古代高武对抗经验的总结与提炼，里面蕴含着极为精妙的高武谋略、对抗布局、灵能运用、战术配合等多个方面。你向来是高手界的革新派，一直主张突破传串理念，摒弃那些过时的古对抗经验的总结。您读完就明白了，这本书绝不是普通的古代经验总结，里面的谋略智慧远超我们的想象。韩风并不姓孙，为何要给这本书取名《孙子兵法》？这名字倒是有些特别。关于这一点，他取名《孙子兵法》是因为身为子孙，研究爷爷辈流传的高武谋略，算是对古代高武先辈的致敬。原来如此，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又略显牵强，也算是一份心意。这哪里是简单的古代高武对抗总结？智慧太精妙了，不仅适用于古代高武对抗，更能彻底改变当前高武界的战术格局，甚至能提升整个高武界的对抗水平。你老实告诉我，这样的传世之作真的是22岁的年轻人所写吗？我实在难以相信，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能有如此深厚并超越时代的典籍。馆长，您放心。这本书在咱们这个高武世界从未出现过，绝对是韩风原创。而且我亲眼见证，这本书是他当场在灵能终端上录入的，速度极快，绝无作假的可能。哎，您还认为他只适合担任营级指挥官吗？
以他的天赋和才华，担任武队副参谋总长甚至更高的职位都当之无愧。是我低估了这个年轻人，是我太过保守了。这样的天赋与才华确实不该被埋没，也不能被埋没。人才是高武界的幸运，我会重新考虑他的职位，一定会给他一个能充分发挥天赋的平台，绝不会让他的才华浪费，也绝不会让这样的人才被埋没。多谢康馆长，我就知道您一定会认可韩风的天赋，他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黑袍下属通知下去，立即召集青蓝武馆所有相关主官，召开专题讨论会。我要在会上明天提出，耿稿作者的能力远超他当前的中级参谋职位，至少应担任3195队副参谋总长，得到充分发挥。是，馆长，我立刻去安排。另外，传我指令：第一，将3195队与苍狼5队的高武对抗演练战况详细通报青蓝武馆下属所有武队以及高武界各相关单位。第二，将这部罚各武队主官，要求各武队全员研读学习，借鉴其中的谋略智慧，提升自身战术水平。发文表扬边境部，彰显他的谋略价值，也激励更多年轻武师精进自。属下明白，这就去落实所有指令。22岁的黄金初阶武衔，3195队副参谋总长，这可是实职啊！副参谋总长作为武队核心指挥层，未来还有晋升速度，在高见从天赋难得，奇才难寻。韩风有这样的能力，就配得上这样的职位。资历和年龄从来都不是限制人才的枷锁，唯才是举，才能让高武界不断发展。今天这场专题讨论，核心只有一件：破特殊指挥人才破格晋升计划，打破常规，不计较。这份报告证实了我们的推测。很好，全体准备执行。韩参谋，韩参谋，醒醒！什么？进来。韩参谋，武队指挥中心紧急召集您开会，说是有重要事宜，让您尽快过去。知道了，我马上就去。啊！韩参谋，各位主官，这么急召集我开会，到底是什么事？怎么大家都在这里？黑发参谋，快过来，站到前面来，会议马上开始。现宣布高层指令：黑发参谋在2支武队的高武对抗演练中表现优异，指挥精准，战术精妙，成功带队以弱胜强。其对古代高武谋略的研究与提炼有着突出贡献。所著《孙子兵法·高武谋略版》对高武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特授予短发青年个人1等功，高武界最高荣誉之一。破格提拔为3195队副参谋总长兼特战大队大队长，武衔晋升为红金初阶。
我的天，22岁就晋升黄金初阶武贤，还当上了副参谋总长，这在高武界历史上可是史无前例啊！情况下，我们要达到这个职位和武贤，至少要30多岁，历经10几年的实战与积累，这也太厉害了！还是个人一等功，这可是高武界极少授予的荣誉，足以看出高层对黑发青年的高度重视啊！你真是年轻有为，天赋异禀。以你这样的才华，未来必定能在高武界闯翻天地，成为顶尖的高武指挥人才，甚至能引领高武界的战术变革。你晋升，但我要提醒你，晋升只是一个新的开始，千万不要骄傲自满，要戒骄戒躁，沉下心来，继续打磨。啊，还是这么倔强，天赋是资本，以后一定要收敛一些。争不上去就要咽下去了，我走的路只会往后退。他好心告诫，却没想如青芒毕露，丝毫不知收敛。这样的天才若被磨平棱角，反而会埋没天赋。年，我知道你天赋出众，有傲气的资本，但锋芒太露。高武乡讲究循序渐进，你要学会收敛锋芒，方能走得更远。人一向严苛，却唯独格外包容，恐怕早就被斥责了。说到底，还是金袍青年有本事，战术指挥，天才本就该有特殊待遇。众人私下对比金袍青年的过人之处，心中的羡慕渐渐褪去，心态也逐渐平和。金袍青年年轻有为，有傲气也正常，蓝袍男人也是一片苦心，以后慢慢打磨就好。下午要去参加中州武校的同学聚会，若是有出需求，直接联系青袍女子，让她给你安灵能巡辐车，高阶灵飞行器也可以调用。高阶灵。众人的祝贺声中，你们都看到了，金文青年年纪轻轻就已是黄金初阶武贤，战术与谋略更是远超你们，你们却还在原地踏步，不思进取。所有人都要像那位金特灵能修为，也要潜心打磨战术谋略，不许有丝毫懈怠。若是再有人敷衍了事，休怪我不留情面。是，队长。他们也想精进修为，提升战术，可那位金文青年天赋太过出众，如穷尽一生，恐怕也难以企及，连追赶的勇气都有些不足。我听说韩风这次晋升3195队副参谋总长的事，可能遇到了不顺，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爸，他在武校时就是顶尖天才，灵能修炼和战术考核常年榜首，毕业就被授予白银武贤，进入3195队，怎么会在晋升上遇到阻碍？说他未来必定能成为高武界的顶尖人物，怎么会卡在副参谋总长的晋升上？我猜大概率是他的性子惹的祸，刚烈桀骜，说话直言独慧，不懂圆滑变通，在高武界任职难免会得罪一些高层武师，晋升情理之中。
短发女说的有道理，那个黑发男人的性子太刚，不懂收敛锋芒。高武界高层错综复杂，太过直言不讳，确实容易吃亏。今已经升任南边高武联盟某桃无实权，灵能修为也顺利突破到了白银巅峰。再过一段时间，有望冲击黄金五贤。他早就晋升为灵能小队队长，虽然职位不高，但也算是稳步提升。恭喜你，祝你早日突破黄金五贤，更上一层楼。高武界倡导修炼者清心寡欲，禁止饮酒，以灵能茶水代替酒水，既是祝贺，也是对修炼之道的敬畏。记着，等那位老同学到了，尽量别提武圣事，免得刺激到他，影响聚会的心情。是啊，韩风本来就性子刚烈，若是提及这些，说不定又会急脾气上来，还是避开为好。我们都是真心为他好，若是能收敛一些性子，未来一定能在高武界闯出一番天地，成为顶尖的高武指挥人才。但愿他能听进去我们的劝说，毕竟太过桀骜终究不是好事。希望他能顺利度过这次难关，成功晋升。他们一边等候，一边暗自思量接下来该如何开口劝说。运茶社内，灵能茶香依旧萦绕，四人神色各异，却都心系同一个人。此时的金袍黑发青年正乘坐安排好的灵能悬浮车朝茶社方向赶来，前方等待他的不只是老友。一场关乎天赋与性子的碰撞，即将在这场同学聚会上悄然上演。我知道你们觉得我多管闲事，但我是真心为韩风好，绝非嘲讽他。清楚，武馆实战部门和中州武校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只需要钻研灵能修炼和战术理论。实战部门的主官个个都是身经百战、实战经验丰富的老武师，勇敢的就是刚毕业的武师眼高手低，动辄空谈战术理论，轻视他们的实战经验，说话太直。在武馆任职时过于张扬，常把自己的战术理念挂在嘴边，他无意间轻视了那些实战主官，才得罪了人，导致晋升受阻。我们劝他收敛锋芒，也是希望他能少走弯路。你说的有道理，韩风的性子太刚，不懂圆滑，高武界错综复杂，太过锋芒毕露，确实容易吃亏。是啊，我们都是真心为他着想，希望他能听进去我们的劝说。可性子要是不改，就算有天赋，也很难走得远。你到楼下了，好，我马上下来接你。见到他后一定要谨言慎行，千万不要提及职位、武贤的心情。我们都知道分寸。快进来，大家都在等你呢。各位老同学，好久不见。不对啊，金袍青年这状态，怎么看都不像晋升受阻、心情低落的样子，反而像是刚晋升成功、意气风发的模样。而且他面色这么红润，该不会是偷偷喝了灵能烈酒，想麻痹自己吧？倡导清心寡欲，灵能烈酒伤身，也违背规矩，不可擅自饮用。就算遇到不顺心的事，
也不能用这种方式麻痹自己。知道你可能遇到挫折了，但没关系，谁年轻的时候没栽过跟头？还有机会晋升，别被一时的挫折击倒。收敛一点锋芒，多向武馆的老主官学习，积累实战经验，总有一天能得到重用。别太钻牛角尖。你们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受挫了？我也没喝灵能烈酒啊。我这是刚获得了破格晋升，心情好才会这样。你说你晋升了？那你现在是什么职位啊？五弦有没有变动？被提拔为3195队副参谋总长兼特战大队大队长。你是不是疯了？你该不会是因为晋升受挫，打击太重？事已至此，别再骗自己了。刚从武校毕业，怎么可能直接担任副参谋总长这样的核心职位？你冷静一点。是啊，金袍青年，我们知道你心里难受，可也不能说这种胡话啊。就算是天赋出众的武师，也得积累多年实战经验，一步步晋升。你刚毕业，怎么可能做到？我没有说话，都是实话。委任状已经正式下发，就连灵能身份凭证也更新完毕，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我的职位和武衔，所有手续都合规合法，没有一点问题。啊，高武界的晋升体系从来都是循序渐进的。武师最多只能做基层参谋或者小队副队长，怎么根本符合规矩？而且，高武界历史上从来没有护衔的先例。就算是当年最顶尖的高武天才，也是快30岁才达到这个高度，你怎么可能做到？就算什么职位都没有，就算武衔没有晋升，你还有我们这些同学，我们都会一直支持你的。别再硬撑了，也别再骗自己了。接受现实吧，这次受挫不算什么，只要你好好努力，以后一定能获得晋升，我们都相信你。你们真的误会了，我没有硬撑，也没有骗自己。我确实获得了破格晋升，这都是真的。高层为了留住我这个人才，特意启动了特殊指挥人才破格晋升计划，所以我才能这么快晋升。法南，你就别再自欺欺人了，高武界从来没有20打西边出来。我今天把话撂在这里，要是你说的是真的，我就把这个灵能茶杯吃下去。既然你们怎么都不信，那我就拿出证据给你们看。灵能身份凭证已经更新好了，上面有我最新的职位和武衔，你们一看便知真假。自己看，上面的信息清清楚楚，没有一点虚假，我确实没有骗你们。你们自己看，这是青蓝武馆官方下发的灵能身份凭证。武界谁都知道，这种凭证防伪极为严格，它采用稀有赤焰灵玉打造，内嵌我的专属灵能印记，还有官方防伪，就算是顶尖炼器大师也无法造假。是真的，都是真的。抱歉。我刚才太冲动了，没想到你说的都是真的。吃茶杯的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这怎么可能？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快告诉我，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22岁就晋升黄金初阶武贤，还当上副，可是打破高武界历史先例的事。而你直接跃升到副队级核心职位，武贤也突破到了黄金初阶，我们之间的差距实在太大了。黑发青年，你快看高武战报，上面有……竟然是战术天才，你竟然被高武界授予了个称号。文章里说的都是真的，你真的临时接管了队长的指挥权，真的放弃了大本营，突袭了对方指挥中心，还直言那位队长是武盲。你真的带领常规灵能五队击败了装备精良的重装灵能五队，苍狼五队的实力那么强，你到底是怎么制定出这么精妙的战术的？这么大的喜事，我们必须好好庆祝一下。附近商场有家很有名的灵能火锅店，味道特别好，我们去吃火锅，好好为你祝贺。谢谢你的努力，大家都看到了，我会继续的。啊，我请客，就当是给你赔罪，也为你庆祝晋升。这次演练你是怎么安排的？先基础，再实战。明白。那战术配合呢？太刺激了，队长你太强了，保持警惕。是，那具体流执行。好，大家跟上队长。怎么回事？这里发生什么事了？看这阵仗，应该是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而且动静还不小。好，我们过去问问，但大家小心一点，不要轻易靠近警戒线，以免发生意外。后退，让一让，麻烦让一让。站住！我闭嘴！糟糕极了，我必须过去。我是南边高武联盟某特战大队成员，这几位是我的同学，都是高武武师。我们想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情况很紧急，有5名境外邪修潜入，携带高阶灵能刃拒捕，现在劫持了2名人质，困在商场3楼。我们的特战五队已经在现场组织。境外邪修还劫持了人质。3195队副参谋总长，黄金初阶武贤，我们都是来帮忙的，麻烦你通融一下，让我们进去看看。请进，任参谋总长就在里面指挥。你们进去后注意安全，不要随意行动。谭武师，你怎么来了？你就是此前对抗演练中表现突出的那位战术型武师吧？刚好路过，得知这里发生了劫持事件，想来看看能不能帮忙。很棘手，这5名境外邪修中，头目曾是境外黑暗武馆的雇佣兵，无人能寻到合适计予以突袭了。
一旦贸然行动，人质就会有危险。任参谋总长，我们能不能暂时放弃当前的营救方案，重新部署战术？这样也能让队员们稍作休整，恢复灵能。这里是闹市区，聚集了这么多民众，若是不迅速解决此事，不仅会威胁到人质的安全，还会引发官方机构的公信力。所以营救任务不能放弃。任参谋总长，我有办法解决当前的僵局。这5名境外协修的详细资料，我不仅擅长高武战术指挥，或许可以通过心理战术击溃协修的心理防线，不用硬拼就能顺利营救人质。从武校第一角，缺乏实战对峙的经验，这些境外协修狡猾狠毒，我担心你无法应对，万一出了差错，人质就危险了。哦，你的《孙子兵法》高武谋略版深受高层认可，而且你真的有办法。快把5名境外协修的详细资料拿过来，交给金袍青年。是。这么详细，你们为什么不采用心理战击溃协修的心理防线？当前负责谈判的武师劝说为主，一味妥协退让，根本没有击中协修的要害。我知道当前的谈判效果不好，但我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擅长心理战的武师十分稀缺，而且没有成熟的战术可借鉴。我来谈判。当前的谈判武师由我亲自与境外协修对峙谈判，同时让现场的灵能狙击手、突击队员以及爆破武师，你都把握顺利解决此事，就立刻发动突袭。好，我相信你。下谈判武师，所有队员听候黑发青年指令，做好战斗准备。一定要小心啊！也知道你们持有高阶灵能刃，否则后果自负。被你们劫持的那个小男孩，你们要是敢伤他一根头发，或者伤害那个女学生，用我所有的力量找到你们在境外的母亲，让她付出比你们想到，绝保过来！你少在这里唬我！我凭什么相信你？要是你敢耍花样，我就立刻杀了这2个人质！不耍花样，你们一试便知。给你们10分钟时间，立刻释放人质，走出商场投降。若是10分钟后你们还不妥协，就别怪我心狠手辣。哦，我们已经布下了结界，你无处可逃。结界不过是垂死挣扎，你们的灵力在我看来不堪一击，那就来试试看。我们不会让你得逞。注意，危险正在逼近，保持恐慌，但要听从指挥，疏散人群。直播正在进行，信息将实时共享。坚持住，我们必须守住这里。这个年轻人太冲动了吧？是啊，赶紧放缓语气，好好谈判才是正事，别拿人质的生命开玩笑。你们不知道他是谁吗？这是3195队的黑发男人，黄金初阶武贤，之前对抗野灵等5队，硬生生击败了装备旧的正装灵能5。黑发青年既然敢这么说，就一定有把握，相信他能营救人质。我怎么就一时糊涂，同意让黑衣青年负责谈判了？他年纪太轻，缺乏实战对峙经验，万一真的激怒协修，伤了人质，我不仅要承担指挥责任，还要影响高武界官方机构的声誉，这可怎么办？一定要小心，千万别冲动，协修狡猾狠毒，别给他们可乘之机。那个身灰外套男人刚晋升副参谋总长，要是因为这件事出了岔子，希望人质能平安。
你别冲动，只要你们放我们安全离开灵域商场，再给我们准备一辆高阶灵能代步车，让我们顺利离开市区，我们就立刻归还弟弟，绝不伤害他一根头发。说到做到。寸头黑衣男，我们不能妥协啊！他们肯定不会真的放我们走，万一有埋伏怎么办？闭嘴！他连我母亲都敢威胁，显然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僵持下去只会更被动，先稳住他，离开这里再说。此前翻阅邪修资料时，他就得知寸头邪修自幼父母离异，与母亲于巧兰相依为命，母亲是他唯一的软肋，极度重视母亲的安危。此次强硬施压并非真要伤人，而是在用心理震慑撬动对手情绪。他要借这一下震慑打破僵局，逼出破绽。我已联合境外高武执法机构抓到你的所有亲信，你最好识相点儿。立刻释放所有人质，束手就擒！记住，只要人质身上掉一根头发，我就立刻小草，绝壁可以试试看。你不能伤害我妈，我警告你，不准碰她一根手指头。太厉害了，精准抓住邪修的软肋，这心理战运用的太到位了。韩参谋总长果然有把握，这下邪修彻底慌了。原来他早就计划好了，先通过强硬喊话吓住邪修，打破僵持局面，再抓住。果然名不虚传，战术高明。我们做好准备，反胜之变。不准伤害我妈！不准伤害我妈！你以为你身边的人都忠心于你吗？你太天真了！你老婆早就和你手下有私情了，两人暗中勾结了很久。早就计划在大马国弄死你和你母亲于巧兰，夺走你非法，像个傻子一样。寸头头目，你别听他胡说，他是在挑拨离间。我对你忠心耿耿，怎么可能背叛你？快杀了黑衣长发男这个叛徒，我要他碎尸万段，以解我心头之恨。准备行动！一旦确认邪修头目被制服，立刻突袭3楼，营救人质，抓捕剩余邪修。所有邪修听着，立刻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否则格杀勿论！场外，高武界的紧张气息弥漫。南边高武联盟的特战武队已在此潜伏2个多小时，境外邪修的黑灰色灵能。已经潜伏2个多小时了，邪修一直守在室内，根本没有合适的射击角度。再这样下去，灵能耗尽就麻烦了。我也知道，但邪修警惕性太高，谈判武士的话术太温和，根本无法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我们只能再等等。黑衣短发男人，能不能想想办法？再这样下去，人质的安全也会受到威胁。放心，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心理战的关键的嘞。再给我10分钟。一定能创造出狙击机会。我是3195队参谋，限你们10分钟内释放所有人质，否则我将动用全部力量追究责任，你们的家人也会受到牵连。头目，他这是在威胁我们，要不要先撤离，再做打算？不用，他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只是在虚张声势，不过要小心他的后续手段。把邪修的详细资料再给我一份，重点标注他们的软肋。我知道你们的头目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但如果你们不释放人质，我将联合境外高武执法机构。彻底封锁你们的退路！查一下
他到底是谁？为什么会知道我的情况？都是你！早就告诉你要小心，现在我们彻底完了。别怪我，要怪就怪你太蠢，看不清局势。黑衣参谋，你太厉害了，竟然真的用心理战就解决了危机。这只是高武心理战的基本运用，当务之急是安置好人质，做好心理督导。在制定这个营救计划时，你采用个心理战战术，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黑衣短发男果然名不虚传，你的心理战战术彻底解决了我们的难题。你的冷静和智慧让我们由衷敬佩。你误会了，我不是有意针对你，请相信我。觉得营救行动关乎人质安全，你应该做好万全的灵能部署和战术准备后再行动，这样才能够保证治安全。我没有质疑您的战术，更没有质疑您的责任啊。针对我平台记者在凌运商场营救，后续将加强记者管理，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此次营救行动，我并非一时急躁，每一句话都有明确的战术目的。我在第一次喊话时，就运用了高武心理战中的心理暗示和心理震慑双重技巧。寸头协修的资料时，我得知他极度重视家人。此次入境的核心目的就是寻找机会与远在境外的家人团聚，只是为了躲避高武执法机构的追捕。寻逃生机会，刻意点出人质有高武界相关重要人物关联，就是要暗示他，只要不伤害人质，他就有活命的机会，从而让他就是心理暗示的作用。硬的语气，则是为了形成心理震慑，让他意识到我们的决心。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寸头协修的反侦查意识极强，而且他入境前特意安排了手下照顾远在境外的家人，和谨慎多疑，就顺着他的多疑性格，故意透露他的手下有异常的线索。心理暗示，让他误以为身边的手下早已背叛自己。您的高武心理战战术精妙绝伦，远超我的认知，我自愧不如。嘿，终于追上你了！走吧，到时候你就能接触到更高级别的灵能装备和作战任务了。我对调入特战五队不感兴趣。特战五队体量太小，大多是正面灵能对抗，无法充分发挥我的战术思路。而且我留在3195队，能做更多贴合民众安全的防护工作，这才是我想要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一直都是这样，不追求高位，只想着做好自己的事。难得啊，年纪轻轻就拥有如此精妙的高武心理战思维，胆识过人，逻辑缜密，堪称高武界的奇才。不，您说的对，当前我们高武界的战术大多局限于灵能对抗、正面厮杀，几乎没有人关注心理战这类战术，就连基础的战术布局都十分少见。他真是高武界难得的人才。这样的人才，我们必须重点培养。你去跟进一下任洪胜的申请，看看韩风的态度。若是他不愿意调入特战五队，我们也不能。是，盟主，我立刻去跟进。自己的穿越秘密永远不能对外透露。穿越前的战术知识将成为他守护这个高武世界安宁的重要力量。高武联盟的赏识、网友的认可都不是他的终点，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还有更多的民众需要守护。韩参谋总长的高武心理战打破了传统灵能对抗的局限，太具实用性了，值得所有武队学习推广。此次灵运商场营救事件功不可没。等关键时刻接手谈判，精准运用创造了架突袭战，更避免了特战武队应对不利可能引发的高武界信任危机。仅用5分钟武技穷一续，这样的人